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哎，小伙伴们看，今天早上起来说这个拿着不方便，咱们仔细看，确实是啊，太短了。你看它这个，这样放上去以后，倒是卡的挺结实的，因为它除了磁铁以外，两边还有两个卡扣。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其实有可能会歪一点，就是你这样是能吸上的，但是呢，你得正着吸，让它这卡扣才会作用。这倒无所谓。这磁铁是我见过确实最大的磁铁。你看这个是用 ABS 的材料，就是塑料啊，3D 打印我自己画的一个模型。这就是一个1/4英寸的螺丝，底下这个柱上这个不是螺纹啊，这就是防滑用的。然后这样拧上，呢就可以把它延长一点。看怎么样？不敢太使劲拧，这样。就这儿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力，不会说因为这儿掉了就拿不住了，但是这么拿着会舒服一点。嘿，大家伙早喽！7月4号星期二，今天出来的早了10几分钟，不出意外应该在片头我加了一小段小视频，但是它这个手持依旧是要比原来的视角离我人近。昨天评论跟弹幕我都看了，明天是强度课，今天再聊聊昨天回去剪辑和导出发现的这个相机的一些和上一代的区别，就闲聊了。昨天跑了23公里，但是也还行，就是我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和别人一起跑步，就是团体一起跑步。团体一起跑步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会稍微的分散一些注意力，这样呢就没有那么的枯燥。有时候其实不是你身体上跑不动了，是你觉得烦躁了。确实是，为什么我真的特慢的跑少呢？或者说从今年5月份我才开始尝试努力压速度，就是因为其实1个小时30多完成一个半马的训练和1个小时40多，感觉时间上还是差的挺多的，有时候就有点懈怠。而且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时间。我的分析啊，所以说3个半小时跑完一场全程马拉松和5个半小时跑完一场全程马拉松，身体的消耗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后者要多得多。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跑得越慢越累，因为你本身就没有那个能力和体力，然后你还要消耗更多的东西，所以会觉得精疲力尽。这个这么举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费劲儿，相对以前，你们看我这么举的时候，心率就会直线的上升，那胳膊都已经酸了，换个手。但是加了这个延长杆以后，感觉好多了。有小伙伴说那种，我知道你们说那种延长杆，那种还是太长了，一是太长，二是太沉了，拿着跑20多公里不现实。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事儿得可持续。你要说能拿吗？能拿，但是如果拿那个去录制，可能就不会有咱们每天一更的视频了，就不能做到太极限，是不是？行，那一会儿聊啊。今天轻松跑了，准备明天的强度课。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拍摄和后期的制作，顺便再分享一下这个相机。有小伙伴昨天说有震动的设置，是有震动的设置，但是这个震动只限和它的电池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小机器裸机现在没有震动了，原来那个是有的。我还是觉得震动很多时候比声音更靠谱，这个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有人说有清晰度的问题，我猜想可能是视频平台的压缩。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还行，跟以前没有区别的。就大多数视频平台是有几种制式的，
它会有一个自动，就我说的不是分辨率啊，是加速格式或者解码格式。我之前看过一些文章分享，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变。还有一个就是分辨率的问题，就是这一代现在我用叫什么自由角度或者自由方向拍摄，出片是 2K 的了，但是 B 站呢是只有 1080P 和 4K 2档。那这时候比较尴尬，之前我也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如果你上传了一个 HDR 的视频，或者是 4K 的，或者是杜比世界的，这些它的转解码会特别慢，导致审核发布就特别慢。就是在我这儿看来一直是审核中，但是其实你联系客服会告诉你还没有完成转码。这个也理解啊，因为视频转码本来就是一个挺慢的事儿，这种视频网站每天接收无数的视频，它都在排着队转码。所以昨天发 B 站的视频是我把 2K 生成的时候生成到 1080P 来发布的，但是我在电脑上看原片没有区别分辨率，这个回去我再看看 B 站对应的编解码器和封装的要求。对，编解码器和封装也是两回事啊。至于抖动，这个是一个纯软件的事情，就是用2代的时候，我也不用它的机内的防抖，也是用它自己的软件来处理，就是拍摄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大视频。我们超过它俩啊。然后软件导出的时候呢，防抖，而且那个防抖其实只有一个选项的，也就是说有2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软件算法的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和分辨率高了以后有影响的，我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就是这一代因为和上一代的就是外设不兼容大小，然后加帽子的这个夹子样子也有些许的改变。我戴上去以后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整体沉了几克，还是说卡扣设计有些不一样。现在我这么跑的时候呢，会感觉相机在我的额头有轻微的上下的起伏。而且昨天跑得慢，人一旦跑得慢，就会垂直振幅就会更明显。比方说你们看，这个我会再观察。不过这种东西都可以通过软件解决的。我现在的工作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视频回去用 Insta360 自己的电脑的软件，我的工作平台是 M1 Ultra 64G 内存的版本，用它自己的软件导出成一个16:9，然后以前是 1080P， 现在是 2K， 它只能拍50 FPS， 不是60，50 FPS 的一个视频，开启软件的防抖。每天这几段都导出完之后呢，导出我手表的运动记录的原始文件，然后用软件去解析，生成一个透明的，你们看到屏幕上码表这些的浮层的视频，之后对时间线，把时间线对好，再合成成，不管今天录几段啊，这几段有了这个数据浮层的视频，然后呢再进到 Final Cut 做剪辑，包括加马赛克都是手动的。这边我的原则就是不会很较真儿，但是我会整个看一遍，看到比方说没有戴口罩或者没有戴墨镜，就是能清晰看到容貌的，我就会加码，因为这边有一些隐私问题。但是对运动的人，就是比方我在公园里看跑步的人或者锻炼的人，我就不加。这些都是手动做的，然后呢剪掉一些东西，然后处理一下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呢，相机开的是
风噪，就是抗风噪的模式。同时呢，会用 Final Cut 的人声增强来处理一遍，没有用任何其他的降噪等等。这一代的声音比上一代表现好了，我剪辑的时候感受到的。上一代是这样，就是第一视角，就是我拿着相机拍我的时候，你们看到的声音是我增加了9个分贝，然后向前的这个视角，现在这个视角是增加了6，这样2个才能差不多，并且呢，声音大小合适。这一代昨天我回去看，几乎不用调，就是这个视角下是不用调的。我拿着拍我的时候会增加2，基本就正合适，这还是不错的。调声音，调完声音，做一些有的可能有一些修剪。如果有强度课的话，再配音乐、配倒计时，这些都弄完就是一条视频了。这条视频呢会发到 compressor 去生成一个 H.264 的.MOV 封装的，这个回头看看能不能改成 MP4。这么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没有字幕的，会发到 YouTube 去。然后之后呢，有的时候是用剪映，有的时候是用 Whisper 去识别字幕。识别完字幕以后修改校对，因为它那个识别有时候是会有很明显的错误的。虽然我的字幕里还是会有错，但是那都是看的时候漏过的，我会一行一行校对修改。之后呢，一个小脚本，把这个 SRT 的字幕变成 Final Cut XML 的这种，就是那种字幕，这样就能压到片子里。哎，前面刚才跑进去那是那练铁三的小伙，就是我说那辆红色公路车的主人，会这么干。干完以后呢，导到 Final Cut 再生成一版有压进视频字幕的视频，这一版发哔哩哔哩。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后来开始发其他平台有的不支持外挂字幕，但是从今天开始应该两边都用外挂字幕了。其他平台打算换一个逻辑，回头发一些竖版的视频，更短一些。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流，是不是还是挺繁杂的？这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儿是唾手可得的，真的，小伙伴们。它有几个地儿挺磨时间的。第一个是从这个设备里往电脑里导，因为它是靠背后那磁吸触点，它的速度其实不是非常快。第二个就是浮层的生成，到最后的生成其实是很快的，因为电脑快嘛，而且 H.264 或者 H.265 都是有优化的，也就这样了。现在其实迎面的风挺大的，不知道声音效果怎么样。老哥出差了，明天我将在一个完全只有英文和日文的环境下和大家伙一起来个强度课，看今天能不能碰见他们。已经跑了10多公里了，再在这儿绕一圈就回家了。电量还是很满意的。前面这个老哥就是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从这儿跑到烘焙店再回来，正好到家是一个半程马拉松。那咱们回头再聊啊，加油干，加油干！还有，嗨，还有啊 ，Do you finish? Yeah, already. Oh, already. See you tomorrow. Tomorrow. Can you? Yeah. Here. 3,000, 2,000, 1,000. 3, 2, 1. OK. 啊 ，cool. 刚才碰到了跑团的队长。明天5点45，老地方。Ohio, nice run.
这位就是247的小伙，今年大奔马拉松。明天的课表是321，3公里、2公里、1公里。我们加了一下 Line 的好友。明天加油！321其实要比那天的6要轻松一些，尤其是这种越来越短的就会轻松很多。第一个3公里顶下来，第二个2公里你会想，哇，少33%，对吧？然后最后1公里就不叫事儿了。但是这种就是难点在于你要越来越快。行吧，少说2句，一会儿万一没电了，训练之后见啊，加油干！7月4号星期二清晨6点52训练结束啊，一个半程马拉松，今天压了压速度，可以慢跑1小时44，平均功率198，配速4分55，心率138，步频197。明天的课表是3公里、2公里、1公里。明天努力干，争取最后1公里能够顶起来，是吧？还是穿的这双鞋。有人说老看我穿这个短裤，这短裤是装东西挺舒服的。不过我跑强度或者跑比赛的话，应该还是会穿半弹，就是半弹对我来说体验会更好。他们也有一款半弹，就是都稍微小一点点，就装我那个先展示那个水壶，如果装满水是不行的，装70%的水没有问题。那天强度课发现他们可以把水壶放在那儿，就铺了一个东西，就没有人去动了。然后明天我也打算这样，正好新的相机的电池相当的给力，所以明天争取多拍一拍，好吧？昨天站这儿跟大家录片尾，咬了2个包，因为这边你们看就是河边，然后还有这种植物，蚊子可能就多一些。行，那还是这么着，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夏训不容易，天气热，然后可能身体没有春秋那么的有精神，大家加油干，秋天肯定会有好成绩的。那咱明儿强度课见。